首先我要先来解释一下，很多朋友对于前4章一直在讲阿拉伯的劳伦斯感到有些反感，也有的人觉得老雷根本是新瓶装旧酒，用新的手法来包装旧的故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更正确来说，老雷根本是旧瓶装新酒啊。在普罗米修斯的制作纪录片《愤怒的众神：制作普罗米修斯》中，一开始老雷就直接说了，科幻片的问题就在于彼此互相参考，所以他们开始都看起来一样，我该如何制作出不同的风格，该如何引起你的注意力呢？因此他选择的根本不是单纯的科幻惊悚，而是包含大量神学与哲学在其中。而普罗米修斯就是透过和劳伦斯一样的自我发掘方式来探讨人类寻根的自我定位与价值。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大卫不是劳伦斯，就算他想要学习、模仿，乃至于成为下一个劳伦斯，但他不是，也做不到。而对于听腻劳伦斯的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基本上我们之后就不会再提到他了。只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分析透彻一部作品，甚至是其背后坚实的文化后盾，没有下足苦功跟花时间理解是做不到的啊。那就让我们继续认识普罗米修斯吧。第3段，韦伦父女。相对于肖恩父女之间的信仰传承，韦伦父女之间的则是权力抗衡。不过在解释这段关系之前，要先来介绍一下维克斯。我们从电影中知道了辣姐莎莉赛隆所饰演的角色名为梅雷迪斯·维克斯，他是韦伦公司高层员工之一，负责这次普罗米修斯的太空旅程。从他的一出场，我们都看见了他的强悍，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第一个醒来就开始伏地挺身，所有时候的站姿都非常的挺拔，丝毫没有松懈休闲的感觉，说话也简洁有力，要求强硬，完全没有让人讨价还价的余地。除此之外，是否独立自主也是他非常在意的部分。就如同他在救生舱时对哈洛威说的话，如果你是自己筹资，我们会很乐意听你们的，但你没有，这表示你是员工，是要靠别人吃饭的。为什么维克斯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其实是因为他根本就是在讲述他自己的状况。他之所以会如此的强势，是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受到彼得·韦伦的重视。虽然我们后来知道了她是彼得的女儿，但她并没有继承韦伦的姓氏，也就说明了她不被家族、不被韦伦、不被彼得·韦伦所认可。这段内容在开场的简报就说得非常明白。今天在座有个人叫做大卫，他对我来说情同儿子。此时镜头也相当刻意又巧思地带到了维克斯的身上，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此的反应。就是因此，维克斯才需要不断地压迫自己，好让自己能够更强、更有能力，也更能争取到父亲的认同，才能因此独当一面。但是矛盾的地方就又如同他自己说的，你不是自己筹资，代表你只是个员工。这就是维克斯一生中最大的问题。他渴望成功并获得父亲的认可，但就算他用尽全力，在能力上依然没有办法超越跟神一样的父亲，以及他也只不过是韦伦公司其中一个员工的这个事实而已。维克斯最后的选择是在内心上抗拒父亲，却又期待父亲的认同，可是又同时希望父亲死亡，好让他继承韦伦公司。然而彼得·韦伦从头到尾都没有安心去死的打算，他会赞助整个普罗米修斯计划，基本上就只是为了找到工程师，再要求工程师给予或教导他能够规避死亡的方式。因此我们在韦伦救生舱的片段就可以看到以下的内容：你还是来了，我以为你想要我来，一直以来你都只是想要阻止我，所以你的出现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不过这时候的维克斯其实并没有平时的强硬，从他的手背向前而不是以往的放在背后就可以看得出来。再加上莎莉赛隆精湛演出的表情和后面的对话，如果你真的要下去，你会没命的。也说明了他到现在都还是比较倾向于善意的关心彼得，但是彼得接下来说的话却改变了这一点。他始终认为维克斯应该要留在地球上，并且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他好脸色，有的只有各种鄙视的不屑神情。也就是这时候，维克斯被彼得刺激的改变了想法了。但其实不得不说，电影中的这个转折处理的不是很好。他又回到了平时的强悍、深具防卫心理，双手放在背后的站姿。接着说道：你真的以为我会一直坐在会议室里争论该由谁主事，然后让你到太空中某个被神遗弃的地方去寻找奇迹吗？接着他又说道：一个王者君临天下，然后死去。这句话相当具有古埃及法老的寓意，指的是政教合一之下，君王等于神的结果，但在死后人生依然会继续统治着另一个世界，继续为王。而维克斯显然并不乐见彼得·韦伦长生不死，因为只要有他在的一天，他就没有得到自我认同的一天，或者他将永远只有一定范围内的决定权，永远受限。彼得·韦伦当然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他一生追求自我，也同样放弃了许多事情，其中一件当然就是与维克斯之间的亲情。他投注在大卫身上的心力、时间与关心，应该是绝对远超过维克斯的。
但是代价就是自己的女儿期待也注视着自己的死亡。因此，当维克斯蹲下身子，靠近并抚摸伟人的右手时，他握紧拳头，以表示无声的抗拒，同时也试图掩饰对于想要推翻自己的女儿心中的不安与无力感。然而，这样的不安与无力感是来自于他在能力或意愿上都无法改变父女关系的这件事，不然维克斯就应该不会踏上普罗米修斯号，彼得也可以无视他的存在。因此，彼得伟人虽然对于维克斯有权力上的支配性，但同样反受维克斯有权力让他无法完全自由的我行我素，这就是权力抗衡。补充说明一下，我所指的抗衡来自于身份的在乎，也就是爱与恨是一体两面的事实，但真正的相反是冷漠，就如同彼得可以对肖恩或哈洛威毫不在乎，但却无法对维克斯视而不见，这也就是维克斯能够抗衡的唯一原因。第4段，哈洛威与大卫。电影中大卫是机器人的事实，在一开始就告诉了所有的演员与观众，并不像是过往艾希或寇尔一样。但大卫显然并不只想要停留在单纯机器人，别人对他输入指令，他便执行的阶段。他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问，也不断的尝试，哪怕是不合乎道德标准的事情，像是偷看肖恩的梦境。然而，就算所有的人都愿意与他互动，基本上也只依然视他为机器人，敬而远之，而没有太多深入的互动。唯一就是哈洛威与其他人不同，哈洛威与大卫的互动从头到尾都非常有趣。他最一开始先询问大卫课程的学习状况，大卫表示相当成功，且有自信可以与工程师对谈，并揶揄地回应道：假设你的理论正确的话。哈洛威听完就露出轻蔑的微笑，以表达他对于大卫假设言论的反驳。大卫马上又回敬补刀说：你的理论不也只是一种假设吗？不是。等到达 LV-223 要出外探索的时候，哈洛威又问大卫：你不是人类，为何需要穿上太空装？来揶揄甚至挑战大卫的自我认同，以告诉他大卫自己并不是人类，而且是明挑着讲。最后一段大卫与哈洛威的对话是第一次任务失败回到普罗米修斯号上的时候，哈洛威本来也想敬大卫一杯酒，但被大卫拒绝后，哈洛威就说：我差点忘记你不是真人，喝了也只是浪费。再次用最直接的方式点出大卫是机器人，不是真实人类的事实。从这3段层层递进的对话，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哈洛威不断地告诉大卫他不是人类，但是也是因为哈洛威的直白和与大卫的对话，不断地让大卫学习到关于人类最真实深刻的情绪与思想脉络。无形中，哈洛威已经成为大卫最直接的老师了。因此，当大卫面对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彼得伟伦要求他在更努力的时候，他选择转向哈洛威。大卫先问哈洛威此行的目的，希望见到人类的造物主，并寻求答案，关于他们创造我们的初衷。大卫后来又接着问道：你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你愿意做多少牺牲呢？我什么都愿意，哈洛威肯定地回答道。这时候的哈洛威跟平常完全不一样，没有在开玩笑，他是非常认真的。大卫听完，眼睛为之一亮，就是因此大卫才开始了他的黑流体计划。他让哈洛威喝下了黑流体后，心中应该是有预期哈洛威会与肖恩发生亲密关系，并希望借此来达到哈洛威等人的目的，找到活着的工程师，哪怕是让肖恩生下一个也一样。果真，哈洛威与肖恩有了美好的一夜，应该是吧？但最终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完全是可怕至极的。对于这部分，我想强调一下，我个人认为，很多朋友甚至是影评人都对于这段有所误解。有些人以为大卫会害死哈洛威，是因为哈洛威一直侮辱大卫；有的人则认为是因为大卫本身就被设计成为不择手段的。但事实上应该都不是如此。大卫是经过哈洛威的肯定，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达到目的后，才决定执行自己的计划的。只是哈洛威最后死了，这是大卫黑流体计划的结果。但其实这个结果应该也只是事前没有预期到的糟糕结果。不断学习和尝试的大卫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他发现巧克力好像可以有很棒的味道，便拿去分享给他的狗玩伴。但狗狗与单身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所以最后狗玩伴就死掉了。你会说小孩子是有恶意的吗？不，那只不过是一个无知与可怕的意外结果而已。而大卫后来呢？哈洛威死后的大卫不但成为一行人探险队的领头，最终也只剩下他与肖恩活着一同离开 LV-223。这些内容都回应了圣经与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分别是圣经里的撒母耳记中有提到，成为国王之后的大卫有一天早上醒来，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正在沐浴。大卫派人去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美女已经是人妻，是西台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正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大卫便派人把拔示巴找来，并与她睡了一晚，又派人召见乌利亚，灌他酒。
最后让乌利亚到危险的战场借刀杀人，杀死了乌利亚。乌利亚死后，拔示巴虽然有难过一阵子，但之后便被大卫没有意外的收入了后宫，据为己有，并且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上帝耶和华对这件事非常不悦，并派先知拿善来见大卫。大卫知道错了，马上就为自己的行为忏悔，表达真挚的悔改。但是耶和华还是将他的儿子带走作为惩罚。此外，先知拿善还预言，由于这次的谋杀，大卫的家族将会被纷乱所折磨。数年后，大卫的爱子之一甲沙龙发动了一次叛乱，使王国陷入内战，并且为了证明新王的权利，甲沙龙在众人面前公开与他父亲大卫的10几个嫔妃性交。这些就是上帝对于大卫做过2件错误事情的其中一件惩罚。由此可知，普罗米修斯的黑流体计划基本上就是援引建构在圣经的这段故事之上。而关于希腊神话则又是什么呢？